大家好，我是阿成。那主要这期视频是分享我目前的 PPT 构成吧。然后我这期视频是没稿的，那我脑子有啥我就说啥。很多人换装备吧，往往是看到别人强，那你跟着照抄。我觉得对我来说吧，比起别人用什么，我更在意的是这套机器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。那它当今的 PP 环境的优势是什么？那缺点又是什么？你们只有搞清楚这些，那其实你们调整才会有方向，才会有效化。所以这期视频分享的重点不只是数值的堆积，而是 PP 整体的思路和逻辑。那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更清晰的理解框架吧。我觉得大家其实也是有一个误区吧，大家可能觉得氪金大佬就已经很强，我觉得氪金大佬是很强，没错。那他们强在哪里？他们用金钱来更换资源。那如果他们有很多资源，那不会养号，其实资源都没啥用，除非你氪金到很离谱的一个度，那无话可说。那首先吧，我先分享关于我目前的机体吧。那首先，那属性技能点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很常规的吧，体质点满，智力点满，幸运点满，那灵巧剩余的点灵巧。那关于技能的配点的话，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配点吧。我觉得我的话，我是用火风吧。我觉得火风打架比较有感吧。我觉得主要它那风可以锁定目标，不会丢失。然后如果你用地火的话，因为地其实很难打中人的，如果敌人一直移动的话，其实地火还有一个水很难打中敌人。那我建议的话，大家就用火风吧，除非你们有固定的辅助帮你们控场，那你们可以用滑水或者滑地。那技能点法的话，一转你们可以按暂停，那你们跟着照抄吧。那其实一转的话，残星是很重要的，那你们得点满，那其余的随便的点吧。二转的话，泥沼地再得点满，那火寻也得点满，那暗之障壁也得点满。其实这个话，如果你们是打阵地战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你们周围铺起来，那如果敌人经过的话，可以减少25%的移动速度，其实影响很大，更容易打中敌人嘛。那暗壁的话，打近战的话，其实我说实话吧，加成其实不是很大吧。我觉得斩首斩一下没了。那接下来三转的话，魔力征服点满，吸魂术点满，元素感知点满，元素抵抗力点满。那剩余的随便点。那紫夜山中的话，你跟着我这样点吧。3，那这个设定释放逻辑有放1，这也是放1，破坏彗星我也放1，这个我放3，然后大地的话我放4，因为4有一个强控，可以拉敌人聚成一团，然后眩晕1秒。然后书本的话，我是这样摆吧，你们跟着我这样摆就行了。然后装备的话，我用的是单手杖，然后盾牌我用的是蓝色盾。为什么我不用红色盾？那我在上期视频也说过了吧，主要现国际服的版本的话，其实更多偏向于斩首吧。那我们这红色流派的话，8技力亚，那它没有无属性流派吧，那也没有爆伤防护8仙，所以其实的话，其实没有一个词条是可以顶斩首或者枪手之类的。那所以我才换成蓝色的盾牌，差2张卡。毕竟多一张人形毕竟多一张人形种族减伤害减免卡，我觉得至少有帮助吧，好过于一个流派完全没有帮助的。那感应的话，其实我上面
这水球帽你们可以免费获得吧。那你们如果要输出的话，可以用水球帽；要坦度的话，可以用这个啥帽啊？这个熊帽吧。然后脸饰的话，我用杜锥之面。那我要它的中型伤害和中减。然后这嘴饰的话，我使用的是勺子，有一个体型加成吧，还有一个体型界面。那背饰的话，我使用四月之书。那四月之书的话，我觉得号称最强的攻击背吧。主要我走的是攻击路线。我的话，觉得如果你很顶，你很坦，你可以顶敌人，那你没输出的话，你打不死敌人也没啥用。所以，因为我不是氪金大佬，我只能选择一个路线，要么坦，要么输出，所以我选择输出。但我还是走一点坦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你活不了，其实你有再高输出也没啥用。那衣服的话，其实我只有一套比较好的衣服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只能用这一套。这套得花钱啊。那饰品的话，我刚换了，我原本的饰品是这个。那我觉得394的披针和250的披针，那144的披针和17%的体型身上，我觉得17%的体型身上比较好吧，那我选择这套。那这件装我其实我想过换，那我没洗到好的，那没办法。其实这个也是继承过去的，没办法，其实不是很好，那没办法呀，将就吧。那卡片的话，主要我卡片其实挺平民的，那幻象这个卡必须要。然后小恶魔，主要如今很多人都会让你陷入黑暗。然后这卡很普通吧，死灵也是普通的，恶魔玻璃也很普通。然后这卡的话，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走体型路线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换这张卡。然后武器卡的话，我用矿工2张，盾牌我用达拉瓦2张，那铠甲我用天使玻璃。然后披风的话，主要我没其他的好卡，我只能换南瓜顶咒术师的大花，然后九尾狐是预防有反伤。那鞋子的话，我用这2张，主要它有一个15%的移速，然后属性伤害减免，属性增伤，然后也有一点点的可以顶一下咒术的伤害吧，我觉得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附魔的话 PP， 然后魔伤，物理防御，这个我要它爆伤抵抗，魔攻，平灵，神文火。主要我想均衡一下我自己的防御吧，不然一单防一个，另外一个打你太疼了。那这个后期我会换那平灵吧，然后这也是平灵，那风化，那魔攻。关心换金的话，我教你们很简单的话，青色的话有先防值的全部点满，这个不要点太多，这没啥用。青色点满，那蓝色也是点满全部。然后这个点满，因为如今基因加强了嘛，很多基因那一点满。那初心点1个，游侠点1个，枪手点2个，斩首点5个，那大法师点5个。主要大法师的斩首太多了，那猫咪也是有点1个。其实如果有多一点数，我想点这个。那卢恩也点1个。黄色的话
我也是点这样，随便点了。那紫色一定得点满全部，红色的话随缘吧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，阴气石板。阴气石板的话，我用的是血息，我觉得你们不要用这个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换成这个。或者这个。血息主要它有一个缺点吧，只能对单一目标。那其实对单一目标的话，比如吧，我觉得如果你打团战吧，太多人力，你只能对单一个目标触发这个 buff， 那其实加成不是很大，你还不如换成星辰，加自己的伤害，或者魔烟，主要我魔烟很低，没办法。那魔烟4应该是我未来的目标吧。然后接下来是羽毛都是一样吧，大家应该都满了。我觉得牺牲这个吧，我觉得得换成真理。如果你要打 PVP 的话，我觉得换成真理比较好。说到起装备的话，一样 PVP。那这是中型，这线房子。那元能矩阵的话，这5个必须得有。那红色的话，我还是偏向于披针吧。披针，然后如果是5格的话，护士魔法防御一定要，魔法伤害一定要 ，PVP 正上一定要。那剩下一个随缘，其实这个不好用，那没办法，主要我洗不到。然后黄色的话，物理防御、魔法防御、PVP 减伤一定要有。那剩下的话，我鼓励大家能死的话就洗一个爆伤防护吧。然后剩下就这么点，然后2个词条都洗红色的。那剩下的就洗线房子，然后接下来的话是，卡片组合的话，主要我没什么好卡，那这套减伤，然后如果你们大家有这套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以用这套，然后这套也不错，然后这套我觉得大家能的话就拿这套其实很好，全种族全期间减伤18%，然后还有一套，这套也不错啊，这也是不错，但这套的话鼓励得拥有魔云的玩家才行，那这套就这样。然后接下来的是灵能觉醒。灵能觉醒的话，其实随便放吧，主要虎王满级吧，然后黄金虫满级。为什么我没换这啊？夜猫，我觉得这不要吧，换这个。然后你们就跟着排吧，凯美拉、黄金虫、君主魔杯、虎王，然后还有一个我选的火焰妖吧，主要有一个减伤。感觉说话很多很累啊。然后接下来是夜莺的话，就能拿到什么特别词条就拿吧。其实我也洗不到我要的，我想洗这个和这个，但没运气没办法。然后坐骑的话，有什么就选什么吧。我是拿这个坐骑吧，这个应该绝版的吧。
后英灵秘册的话，这主要我洗不到我要的。然后 PVP 最强的话可能是这套吧，但没资源没办法。然后我现在暂时在洗这套，主要这套得花钱。那洗完这套后，我就会尝试洗这套。这套减伤减给挺多的。这增肌伤害和增肌抵抗其实算在你最终的伤害里面吧。然后这个的话，种族魔物伤害、技巧、狩猎、技巧，那最后一个我选择3个披针。也有条件的话，你们可以洗1个技巧，2个披针。宠物的话，随便放吧。其实我宠物只用这只，其他的其实没啥用。然后雕像的话，正常雕像吧。然后这个的话，点到我也尝试点嘛，但太贵了，只能白嫖。这个的话也是白嫖。然后勋章的话，其实可以不用点，其实这个也可以重置，没啥用。之前我没点的其实没啥用，是给宠物的，水战力可以用吧。然后这些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吧，其余的随便点吧。